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凯达。北京刚开完中共四中全会，局势还没喘口气，川普那边已经连开3枪，第一枪制裁，第二枪取消与普京会面，第三枪直接冲着中共的命根子石油和稀土来的。美国、欧盟同步出手，几乎在同一天。欧盟宣布第19轮制裁名单，12家中国企业、5家海外银行被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帮俄罗斯规避制裁。美国财政部紧跟着放话，下一轮制裁马上来，这是什么信号？全世界都看得出来，这一回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联手掐北京的能源喉咙。更戏剧的是，就在川普宣布这些制裁的隔天，他又说下周要在韩国跟习近平面谈，是谈和平还是谈对决？川普自己说了，我真正要谈的是怎么结束俄乌战争，不论是靠石油、能源还是核武。注意这句话的背后是一场三边角力，俄罗斯、北京、华盛顿，这不只是外交会谈，而是能源与权力的重组。外媒形容这场川习会可能是中美关系最危险，也是最后的交叉口。因为当川普在封锁俄油，北京的炼油厂却被欧盟点名；当中共喊科技自立，川普正在买下稀土矿，准备永远甩开中国供应链。英国经济学人一句话点破，这不是谈判，这是对垒。北京想撑出抗压能力，但四中全会公报一出，整个世界都在看。所谓的科技自强，其实是经济失速的遮羞布。现在北京每天要从俄罗斯进口140万桶石油，而据彭博社披露，中石化上周已经悄悄停买俄油。这意味着什么？管线还在流，但命脉正在被掐。更狠的还在后头，中共自己宣布对美国半导体公司发起反倾销调查，要求他们交出在华销售细节、成本、供应链、原料来源。美方嗤之以鼻，这不叫调查，这叫勒索。整个世界的棋局已经在川习会之前开始了，一边是川普的限核加能源战略，一边是习近平的科技民族主义，而现实是稀土反噬，石油受限，房市崩塌，增长跌到 4.8%， 北京根本无力应战。这场会面不是谈合作，而是谈谁先撑不住。彭博社10月23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计划下周在韩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问题。10月22号，川普宣布对与俄罗斯有关系的能源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对记者说，我真正要和他们谈的是，我们如何结束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无论是通过石油、能源还是其他什么途径。我认为他会非常乐意接受。与川普对俄罗斯的制裁相呼应，欧盟成员国10月22号就对第19轮对俄制裁措施达成一致，计划全面加强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出口的限制，并将部分中国炼油厂与贸易商列入制裁名单。因为这些企业协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制裁。由于协助俄罗斯获取受限技术，包括无人机生产零部件等，欧盟此次制裁名单中新增了12家中国企业、3家印度公司，以及分布于香港、巴拉圭与塔吉克的5家银行。欧盟外交官指出，制裁方案文本已获成员国批准，斯洛伐克也在本周解除最后的保留意见，为正式通过铺平道路。按程序，该方案将在27国一致通过后正式生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22号表示，美国将很快公布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川普总统在22号宣布，他已取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定于布达佩斯举行的会晤。中国每天通过海运进口大约140万桶俄罗斯石油，其中大部分由独立炼油厂采购，包括一些被称为茶壶厂的小型炼油企业。不过，国有炼油厂的采购量估算差异较大。据全球能源和货运市场分析领域的领先供应商 Vortex Analytics 估算，
2025年前9个月，中国国有企业每天购买不到25万桶俄罗斯石油，而咨询公司 Energy Aspects 的估算为每天50万桶。两位贸易消息人士透露，中石化的贸易部门联合石化已在上周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此前，英国将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影子船队以及包括一家主要中国炼油厂在内的中国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在10月22号的制裁宣布前，11月装载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原油的报价已下滑至比 ICE 布伦特原油高出$1每桶，而10月初的交易溢价为$1.70美元。川普希望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赢得中共恢复购买美国大豆的承诺。尽管稀土依然是川普关心的议题，但他认为中共限制稀土出口不过是一点小烦扰，关税才是更有力的武器。限核是川普的大战略，这关乎人类和平与安全，所以川普要与习近平讨论一项削减核武库的协议。在川普看来，普京已提出双边削减核武的想法，中共也应该被纳入这一进程。川习会举办之前，中美官员将在马来西亚举行经贸磋商。中共商务部10月23号表示，中共总理何立峰10月24号至27号将率团赴马来西亚，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晤，就经济和贸易议题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在展开新一轮经贸谈判之前，美方贸易官员表示，此行也将讨论稀土出口管控相关议题。外界对双方能够取得的成果并不乐观，最终可能仅在部分议题上取得程度有限的进展。虽然川普已经确认将与习近平在韩国会晤，但英媒《经济学人》报道认为，会晤是否成真仍不确定。英媒报道称，中美两国关系到了糟糕的状态。最近几周，美国和中共持续互相攻击。美国加紧了技术出口限制，宣布提高关税；中共则动用了制裁手段，升级了稀土出口管制。习近平与川普最大不同就是，习近平的专制集权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和美国打贸易战。川普不同，他和习近平会晤的议题包含大豆和芬太尼。大豆关乎美国农民的腰包，芬太尼关乎美国人的健康。这是价值观之战、体制之战。无底线的中共在遵守人类普世价值的美国政府之前，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所以在英媒看来，中共在美国面前展现出了所谓的抗压能力，能够灵活运用反制手段。一些批评者认为，正是川普的 TACO 让中共企业愈加嚣张。中共拒绝采购美国大豆，严重打击了美国中西部农民，他们是川普的铁杆支持者。在川普对中国集装箱船只征收费用后，中共也对美国港口船只征收费用作为回应。中共还以反垄断调查相威胁，向杜邦、谷歌、英伟达和高通等美国公司施压。中共得寸进尺，更要求美国晶片制造商提供敏感资讯。10月22号，中共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公布了调查问卷，要求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交有关其在华销售和运营的敏感数据，目的是收集针对某些美国制造的模拟集成电路晶片的反倾销调查情报。中共的通知未点名具体公司，所涉外国企业需要填写中国客户的名称和交易细节，包括销售额以及从物流到仓储的各种成本，还要求提供与这些美国晶片公司合作的原材料供应商的信息，包括在中国与其本国市场的成本和利润比较。公司将有37天的时间提供答复。中共采取此举的背景是，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习近平可能即将会晤的前夕，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再度升温。中共面临的巨大难题包括房地产危机、消费低迷、企业家受压，但习近平对此毫不在意。中共在意的是能不能超过美国，夺得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所以，中共在乎的是科技自立，打造工业强国、海洋强国。刚刚结束的中共4中全会发布的公告称，“十五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就是科技自主和产业现代化。
进一步加码习近平的技术民族主义路线。公报多次提到高质量发展，但没有提到具体经济增长目标。中国经济在疫情后一直走下坡路，没有任何反弹的迹象。10月20号，中共四中全会开幕之日，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4.8%， 为去年同期以来的最低增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在谈及安全和两岸等议题时，宣称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并称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美联社报道指出，这次的公报没有新的内容，基本呼应了习近平此前提出的政策方向。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吴卓英对美联社表示，与5年前的“十四五”规划相比，中共政府正加大力度推动技术自给自足、收入再分配和向清洁能源转型。对于下周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吴卓英指出，这份公报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要达成协议，中共可能会向美国提出更多要求。这就是说，习近平丝毫没有任何诚意要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他还要想继续拿全体中国人民当人质，和美国叫板。其实，中共一再强调技术自立，但中共在技术上根本立不起来。在与美国和西方叫板的过程中，中共能拿得出手的王牌只有稀土，其他勉强算得上筹码的还有药物原料。然而，这些都不是具有知识产权的东西，没有复杂的技术含量，而且看到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只会玩泥巴，川普正在积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甩开中共。纽约时报10月23号报道，川普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非常规措施，以保障汽车、喷气发动机、武器和数据中心制造商所需的关键矿产供应。近几个月来，政府已在几家矿业和矿产公司中持有股份，讨论了建立稀土战略储备，并通过价格管制和关税支持国内生产商。10月20号，美国与澳大利亚达成战略协议，投资数十亿美元开发矿产供应。该议题预计将在本月底于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会议上讨论。一些分析人士赞扬政府努力寻找新方法，以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做法。这种依赖已持续多位美国总统任期。非营利组织保障美国未来能源矿产中心执行董事阿比盖尔·亨特表示，川普政府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非常主动，但美国开发关键矿产替代供应链需要时间，因此中共对美国矿产供应的威胁将持续发生。亚洲集团主席兼联合创始人、前拜登政府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表示，中共不太可能撤回稀土管制措施。因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上周的投资论坛上表示，政府将努力设定价格底线，进行远期采购，并建立战略矿产储备，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他表示，政府将寻求直接投资稀土行业以及其他几个战略部门。美国政府已持有几家矿产公司的股权。7月，战争部同意投资4亿美元，以获取 MP Material 公司 15% 的股份。该公司拥有加利福尼亚内华达边境的一座稀土矿，公司正在德克萨斯州完成一家为通用汽车供货的工厂，并在筹建第2家工厂以扩大生产。川普政府最近还宣布将持有加拿大公司 Trilogy Metals 的股份。该公司提议在阿拉斯加开采铜和锌，以及正在内华达开发世界最大锂矿之一的 Lithium Americas 公司。熟悉该行业的人士表示，川普政府正在权衡进一步的政府投资，并关注稀土磁铁、深海开采和尚未受中国控制的非洲矿山等领域。一些潜在投资目标来自之前投资计划的申请者名单，还有的是行业公司直接与川普政府接触。在川普行动的同时，欧盟委员会正研究对中共近期实施的稀土出口限制采取反制行动，并与7国集团伙伴协调应对。德国商报报道，欧盟负责经济事务的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10月22号说，
如果情况没有改善，我们将评估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手段，但讨论仍在进行中。他说：“我刚在华盛顿出席了7国集团财长会议，我们在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议题。”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